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最近韩国那边几件事撞在一起，我觉得挺值得拿出来说。一个女明星上综艺，本来想立个家世显赫的人设，结果翻车翻得非常彻底，广告代言开始下架，影视资源也被评估。紧接着首尔一个殖民历史博物馆把1万多份亲日人物档案公开摆出来，谁都可以进去翻。再然后李在明宣布要重启亲日派的不义资产清算，新的特别法6月颁布，12月落地。这3件事单看是娱乐新闻加历史新闻加政治新闻，但你把它放在一起，会发现背后其实是一条线，而且这条线拉得很长，从日本殖民时期一直拉到今天韩国普通人的房价和饭碗。先把这个女明星的事说清楚。安和英上综艺的时候说自己家是4代医生世家，曾祖父安先浩给高中看过病，这话一出来，很多人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。高中是谁？1919年去世，死得不明不白。韩国国内一直有声音认为跟日本人脱不了干系，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把曾祖父搬出来，说他是高中的医生，表面看是高中药主，实质上等于踩韩国人最痛的那根神经。网友顺着这条线一查，发现安先浩1916年加入了大正亲睦会，这是个亲日团体。更麻烦的是，有人把他跟高中毒杀案关联起来，经纪公司一开始还嘴硬，说安先浩没有收录进亲日人名词典。这个辩解其实很蠢，等于承认了我们只看名录，名录没写就没事。结果网友直接把评议员名单翻出来，里面清清楚楚，公司这才道歉，广告下架，影视资源被评估。这里要解释一下，亲日人名词典是什么？它不是一份随便整理的名单，是韩国已故历史学家林中国整理汇编的，里面收录了4389个亲日人物。这些年韩国社会对亲日派的清算，很多时候就是拿这份名单当底子。这次首尔殖民历史博物馆展出的13000多份档案，就是在这套名单基础上扩出来的。说白了，就是把当年谁跟日本人合作，做了什么，拿了什么好处，尽量摊开给公众看。这件事看着是文化展览，其实带着很强的现实指向性。李在明这次宣布重启清算，不是发个声明就完了。新版特别法6月颁布，12月落地，重组调查委员会，重点追缴亲日分子及其直系后代的资产。注意，直系后代4个字，以前追缴主要盯着当年那批人，可那批人大多已经死了，资产早就过到儿子孙子名下，这次把后代一起纳入，等于把口子撕大了。但问题也来了，亲日川城听到风声，第一反应是转移资产、信托、离岸账户、代持、低价变卖，